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战沉香木片，程一身的舞台青睐，顶流集团化身上进神器。鹅厂的老式人体模型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光彩，用最大的炒作看成最可怕的演员阵容，然后请来一个流量明星来拖飞机。这造就了长乐行、有肥等著名的破旧人体模型节目。肖战的玉骨遥也应该算得上代表作，具有极大的投机性。肯定合作展后，直接从 A level 检修到 S 加，但是组得很差，从首席到编剧再到路透的帮手，道华几乎找不到亮点。而肖战之所以能接下这部剧，也是因为得到了他的认可。这是鹅产线的重大任务影视剧，而对决通常是不同阶段的重大创业影视剧。据了解，此次利用酷炫舞台对标玉骨遥，是目前正在录制中的诚意新剧《沉香》的拒绝。虽然这部剧化因冠军起飞而饱受争议不同的问题，它往往被视为旧人体模型中最接地气的群体。香蜜的编剧配上了三生的掌门人，还有琉璃的强化和欢瑞执政的恩赐。第一个作品是众所周知的大 IP， 当然，这会成为一部像样的电影。虽然肖战是一流的，但在设定上，玉骨遥同样很难拖飞机。程毅是个人反剧，肖战是个人反剧，所以程毅的新剧可以分阶段和肖战对战，其实可以说赢的可能性更大。虽然是两部剧都是男主找小姐，不过酷炫的舞台配合程毅和女顶峰杨紫，真正的配角功底还是很受瞩目的。此外，鹅厂将肖战塑造为任敏，一个普通人，重要的辅助职业是新手，显然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拯救者。应该说哪个剧更受观众喜欢？而程毅虽然路人缘不高，但综合来看，黑粉比肖战还多。在用玉骨遥报恩后，与肖战相比，他将加入一个大集团。沉香木片和玉骨遥，你更期待哪一个？你怎么看？欢迎在备注区留言。02延伸到极限的玉骨遥被严重抹杀涂改，肖战无人能及提升档次。肖战的救人偶秀玉骨遥可以说是命运多舛，2021年就完工了，但因为调查原因一直无法沟通。他认真地完成了。至此，央视节目全微博文称玉骨遥将于2023年上映。尽管粉丝们看到了发货的期待，但越晚结束越麻烦。全微博客称玉骨遥将在国外舞台上大放异彩。最惨的结果就是玉骨遥居然不能在国内上映，必须在国外上映。玉骨遥刚完结的时候一共有40集，现在已经被砍成32集，在调查周期中估计缩减了很多。这也意味着玉骨遥在剧情上会出现脱节，这在其他被删剧中也有体现。事实上，玉骨遥的第一部作品算不上什么知名 IP， 专家与学生之间的虐恋情节有些过时。太太、互助等同题材电视剧陆续上映，不断消耗观众的。更何况杨超越和徐正熙主演的虫子杀青早不宜迟。题材如玉骨遥造成了特定的效果，随后越是迟交，玉骨遥的效果越发可观，剧情被严重删减，口水战可能远比粉丝预想的要遗憾。目前玉骨遥的预约量已突破500万，这在众多剧集中堪称奇葩。而玉骨遥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，主要还是肖战的功劳。肖战的蚂蚁等同的整体风格肯定是本土娱乐的屋顶水平的存在，这也是肖战自《陈情令》以来送出的主要复古人体模型。而肖战在玉骨遥中饰演的时光影子，也将在从素雅到默默无闻的过程中，着装风格也从白色转变到黑暗。说到肖战的差异化感觉，很难不去考虑《陈情令》中的魏无羡。肖战通过演技的层层递进，将魏无羡人生的高潮和低谷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尽管如此，玉骨遥中的石影在开场阶段是冷漠的，就像一个落入人间的被淘汰的小精灵。事后，石英被学生欺骗，为救任敏而黑化，多少人会被他的红眸和黑衣所激起回忆。作为剧中的冠军，任敏显然没有肖战那么厉害，但剧中的颜值却一直没有被打破。可以说，肖战独立提升了档次。尽管是土生土长的舞台，但大家还是应该在短暂的时间内与玉骨遥见面，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降，这也和肖战电视剧的风格基本一致。03
孟子义在新《射雕没超风》的演技惊艳，陈都灵逢恒冷场，粉丝超爱。显然，每个应该被人群看到的艺人都有一些内在的标志。某些人靠着强大的团结力，逐渐从默默无闻走向了上流社会；某些人虽然演技一般，但凭借人品好、情商高等性格魅力，也能逃出圈子。比头脑更快，经常因有争议的评论而心烦意乱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孟子怡是个脑子比脑子还快的麻木美女，但最近她也凭借着作品中的惊人搜索量走红。在李牧歌协调的《谈传奇谁是传奇》中，她饰演雷纯，开场白衣仙女般灵动荡漾的妙龄女子，眼眶里含着血泪，头发又黑又乱壮观。她本质上是一个疯狂的专家，从聪明的华丽中脱颖而出。雷纯这个角色对于孟子来说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当正式传出他将在新的《神雕侠侣》中饰演梅超风一角的时候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综合来看，优秀故而悲奇的疯狂分析可视为孟子一贯的熟知范围。从路透图可以看出，孟子义饰演的梅超风一身深色外衣，内搭红色内搭，比大家印象中的梅超风更有压迫感和妩媚。他长长的黑发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颤抖，这使他的面部元素更加敏感。九阴和白骨爪的臭名昭著的发展，加上犀利的眼神，让人很难看出孟子义饰演的梅超风有视力障碍。说实在的，单从表面上看，孟子的柔顺还是有过人之处的。厚颜无耻的网络巨星在场，毫不费力地发挥出浓彩卓越的华美。穿着现在的衣服，她是一个合法的尊贵女人。之前她在节目中穿的这件旗袍也让人眼前一亮，乍一看她长得还挺像杨颖的，有种混血美女的气质。反正谁能想到，在新改编的《神雕侠侣》中，黄药师的艺人竟然变成了周一围。尽管他是一位知名的演技男神，但老派的风格肯定没有新锐风格那么精彩。路透图中蓝老合奏的气质，着实让人难以取代年少时的黄药师。我不能说假设他换成旧的白发会不会更好。在东毒西毒单元中，陈都灵饰演黄药师的唯一配偶冯恒一角。陈都灵的演技应该是很讨人喜欢的，但她的颜值却格外的出众，尤其是穿上老套后，气质冷艳，物质上也难掩她的魅力。可以说，她是万众瞩目的老古董。只是谁能想到，剧中颜值如此惊艳的陈都灵和孟子义，竟然都为周一围饰演的黄药师疯狂。虽然说不准会不会有两女追一男的戏份，但看到这三个人的存在，多少有点丧气。欧阳锋饰演的高伟光颜值高，即使是一头蓬松的面发也散发着狂野的魅力，其实很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。尽管很多人对金莎出演郭靖一角并不抱太大希望，但从路透社艺人的情况来看，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想象中的故事的影响。穿明代古装骑高马很有乐人气质，性别在一场肉搏战秀中了解之后，大家可以说这沙子的存在不符合大家对郭靖的想象，但这种境界依然是极强的境界。包山恩在新版《神雕侠侣》中饰演轻浮的黄蓉，尽管她给人的感觉是娇柔可爱，但也是温柔与不讨喜之间的天壤之别。不管怎么说，少妇的存在还是很让人满意的。其实我在节目未传达之前，就已经对这组 CP 有了设想。孟子义在新《射雕没超风》的演技惊艳，陈都灵和冯恒高冷粉丝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